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小陈，一起吃饭呀？走呀。你们去吃吧。我看你什么都吃不下，我就准备了一些家乡菜，估计你能吃几口。来，坐。我早上自己做的，微波炉加热了，味道可能会差一点。来，不客气。不客气。对了，小陈，你妈那边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去一趟，安抚一下她的情绪。我有个想法啊，你听一下。明天啊，我们就去见她，顺便把她接来上海。参加完婚礼之后，你妈就可以直接住在这边了。你现在怀着孕呢，也需要人照顾。我在我们家那栋楼里面租了一间1室1厅的房子给她住。你安排的那么好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，我们可以再讨论讨论，改变方案。你是不是怕我不知道怎么跟我妈相处啊？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，什么事情都交给我来做就行了，你只需要照顾好自己，好好休息就行了。嗯。来，吃点儿，味道怎么样？好吃。哎呀，这不小爷吗？哎，回来看你妈了。哎，蛮好的。哎，你看呀，这老爷家的闺女，她绑上大款了。哎呦，这女婿看着挺有钱的，带那么多礼品，哎，老刘可有福气了。妈。妈，你别收拾了，我俩有话跟你说。来，客人请喝水。谢谢。哎，请坐。哎，你也请坐吧。真是丢人呐，生了这么个女儿。上回跟你说的，能做到吗？婚礼的事情，我们已经在准备了。您放心，我保证让小陈嫁得风风光光的，让人无话可说。还有，我跟小陈商量了一下，想接您去上海，从今往后和我们一起生活。你好有钱呐，怪不得邻居们说我家小陈很有本事。上次带回来那个穷小子姓沈的，说踹就踹了。妈，怎么了？嫌贫爱富，还不让说了？可是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什么样啊？书上来了，书上来我说，叶小晨，你可别忘了，小的时候你爸是怎么教育你的。是，姓沈的那小子是穷，可是穷是他的错吗？
你们还年轻，只要愿意努力，还怕过不上好日子？你说你学点好的不会吗？哎，净学这些爱慕虚荣的东西。我年轻的时候要像你这样，就没你了。行了，行什么了？天天街坊邻居戳脊梁骨的骂着，你把你爹妈的脸都丢尽了。我爸现在要是还在，他肯定会相信我。对不起啊，我妈她……你妈她其实为了你好，怕你一不小心看错人。不过你放心吧，我跟你妈已经说明白了，她收拾收拾，今晚跟我们一起去上海。你怎么说服她的？当妈妈的都是为了女儿着想的。虽然你妈脾气不太好，但还是很在乎你的。谢谢啊。还说谢谢啊？服务员送来的，说是你老公嘱咐的。哇，哎，我们程总要照顾那么多客人，还能在百忙之中照顾我们新娘子的胃口，是不是很贴心啊？看见我妈了吗？看见了，在楼下呀。程志远专门派车去接你们家亲戚，阿姨迎接呢。程总好。亲朋好友都已经入席了，我们下去吧。开心点。哎呦，程总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嫁人哪有不开心的呀？况且是嫁给像您这么优秀的男人，我们小陈就是有点紧张，是吧，小陈？太配了，古人说的一对璧人就是在形容你们了。哎，程总，我说你也太狡猾了吧！打着西式婚礼的幌子，连迎亲和闹洞房都省了。哎，不过要是这么容易就让你把我们新娘子给接走，那我们娘家人的面子往哪儿搁呀？是吧，魏彤？哦，早就准备好了。魏彤，谢谢程总。谢了。我不是想省，就怕小陈累上。呀，一生就累这一次。我堂姐和表姐说呀，说举行婚礼的时候觉得又累又闹腾，但是过后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回忆。快走了，快走了。走吧。这条花道不长，我却感觉自己像走了20多年。告别我今生的最爱，走向对陈志远的亏欠。我手捧着陈志远为我准备的白色铃兰花，是他期望我坚强面对余生的祝愿。这每一步，我都如踏着我的前身。再见了，身后。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，但希望你的未来一切安好。
命运的指引，让这一对有情人在这茫茫人海中相遇相知。今天我们欢聚于此，就是为了共同见证他们正式的进入彼此的人生。在此之前，我想请新郎和我们分享一下属于你们自己的故事，比如为什么以蜗牛作为婚礼的主题呢？其中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？因为啊，这是我太太送我的第一份礼物。那年圣诞节，我送了一份圣诞礼物给她，她要回礼，却没有准备好，所以我就问她要了一个她挂在包上的挂坠，那个挂坠就是蜗牛。那个挂坠我一直保存着，它对我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，因为我觉得我的太太就像一只蜗牛，在外人面前一直有着坚硬的外壳，保护着自己和他爱的人，甚至会给人一种感觉是难以接近的。但如果你真的走进他的生活，走进他的心里，你会发现他拥有一颗非常柔软的内心。我希望我可以永远保护他这份柔软，往后余生，因为有我，一直幸福下去。下面有请伴郎伴娘将戒指交给两位新人。戒指是圆形的，没有开始，也没有终结。这就像两位的爱情一样，连绵不断，永不停息。下面请新郎牵起新娘的右手，将戒指戴在她的无名指上。他将帮你锁定你一生的幸福和你忠贞不渝的爱情。新郎程志远，你愿意从今以后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环境是好是坏，是健康是疾病，是成功或是失败，都会爱护你的妻子严小晨，与她同甘共苦，携手共创美满的家庭，一直到你离世的那一天吗？我愿意。现在请新娘帮新郎戴上戒指。新娘严小晨，你愿意从今以后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环境是好还是坏，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，我们同甘共苦，直到离世的那一天。无论完成是坏，是健康，是疾病，是成功或是失败，都会支持你的丈夫程志远，一直到你离世的那天吗？我愿意。新郎，现在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我宣布，礼成。新娘，
你现在可以抛出你的手捧花，把你的祝福送给所有的亲朋好友。贝彤，铃兰花的花语是“幸福再次来到”，也是淑女之泪的意思，送给你再合适不过了。希望你和你爱的人能够永远幸福下去。希望我们都能幸福。哎，我刚才真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沈侯要大闹婚礼。哎，你说小陈也真是的，干嘛还要叫沈侯来呀？他也不怕程总不高兴。小陈根本就不会邀请沈侯，好吗？那不是小陈叫来的？那他怎么知道小陈结婚的事儿啊？你也不看看沈侯旁边坐的是谁？我的天哪，这哪是婚礼啊，这根本就是修罗场啊！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发信息通知他了。怎么了？你发的。那天问小陈要不要通知吴倩倩的时候，你也在啊。刘新慧，你太聪明了。我聪明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头发有点乱了。不过去吗？你轻盈一点，她现在是别人的新娘了，戴上别的男人的戒指了。哎，别说了。好，你不说，我替你说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胡来的话，我答应你在公司上班的事情就此作废。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这么爱他呀？是。我要开始拍喽，来，1、2、3，好，非常好，来笑一下啊，再来一下，1、2、3，好，非常好，谢谢啊，不客气，谢谢。妈，妈，要不你们先休息一下。好。妈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来，2位新人拍一张啊，介不介意我蹭个喜气啊？陆总，哎，我也要蹭喜气。哎，魏彤，一起拍一张吧。好，不好意思，稍等一下啊。来，几位看这里啊，来，1、2、3，好，非常好。哎，能帮我们跟新娘合一张影吗？好啊。志远，金总来了，去打个招呼。行，那我过去打个招呼，等会儿回来。你们去。借你老公用一下。走。金总，金总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来 ，Hello， 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很好。我可以跟新娘拍一张吗？那就期待合作了。期待咱们的合作。沈侯，我能理解你，但今天毕竟是小陈最重要的日子，别太过分了。只是拍张照片，这个过分吗？只是拍一张照片，你又不是想干嘛？我想新郎应该不会介意吧？志远不会介意的，你过来吧。
那两位老板，以后多关照啊。今天的婚礼很美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跟我想象过的一模一样。可是，在我想象中，那个新郎是我。严小晨，你就这么心安理得吗？你对我就没有一丝丝歉意吗？这位先生，麻烦看一下镜头。来，我们拍一张，1、2，两位的笑容能再大一点吗？来看这里啊，1、2、3，好，好，非常好，我们再来一张，1、2、3，好，非常好，谢谢啊。那边有个客户想要见见你。好。沈先生，不好意思啊。你脸色不太好，实话跟你说，我跟鞋穿了一天，太累了。要是累的话，就别认真吧，送你和咱们休息一下。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我缺席不太合适吧？小陈，我陪你去换衣服吧。好。好。哎呦，叔叔阿姨，谢谢，青芳啊，咱俩得有10多年没有见面了吧？是，你看这么长时间我也没过来看你，也没关心过你，这孩子结婚，你还惦记着我。三婶儿，您说什么呢？您是长辈，我应该多去看您才对。哎呀，对了。那小陈现在在哪儿工作呢？他们2个人在一个公司，但是具体是哪个我也不太清楚。是大公司，反正是做投资的。哦，那真好啊！哎，你们看，这俩孩子多般配呀！你们也动筷子吧，哈哈！来，好，谢谢，好嘞，吃好。动筷子吧，哈。妈，我们来敬你了。小陈，也来。妈，来，您腰有伤，坐下吧。有事，这一变天就不舒服。妈，我单独敬您一杯，感谢您把小陈交给我。我答应过小陈，给他一个幸福的家。您是小陈的妈妈，也是我的妈妈。谢谢，你好好带他啊。一定。来。少喝一点啊！哦，孩子，来，各位，过来的，结婚了！大家吃好喝好啊！哎，你喝饮料，小陈的你不干了？我干了。来，我帮他喝。那不够，太少了。我先干了。不要，多喝上，我一会儿罚了。一会儿跟你们好好喝啊。你能慢慢吃啊。小陈，你敬我一杯吗？
来，我敬你。怎么我喝酒你就喝饮料？未免对我这个老朋友太没有诚意了吧？倩倩，小陈不方便喝酒，喝饮料心意是一样的。我跟你认识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听说你不能喝酒啊。你以前跟沈侯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记得你在酒吧打工，怎么当时能喝，现在就不能喝了呢？哦，对了，我忘了你怀孕了。吴倩倩，大家都是同学，你有必要把事情闹得这么……杨小晨，你在这儿风风光光的举行婚礼，你有想过沈侯的感受吗？你一边跟沈侯谈着恋爱，一边跟这位陈先生暗通款曲，你脚踏两只船的时候，你有想过沈侯的感受吗？倩倩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喝多了。我没喝多。我说的不对吗？你一边跟沈侯谈着恋爱，肚子里不就已经怀陈志远的孩子了吗？我说错了吗？吴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地方不欢迎你，请你现在就出去。你回答我呀！你要是心里没有鬼，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呀？对不起，他喝多了，谅解。你要带走女朋友可以，大家把话说清楚。吴倩倩，我告诉你，第一，我和我先生还有沈侯之间，不管是三角恋还是脚踩两只船，这都是我们的自由，也没有违背任何法律，也轮不着你来关心。第二，我和我先生是怎么从相爱到结婚的，这是我们的私事儿，我不用向你解释了。反倒是你这个早就把我拉黑，而且从来不跟我往来的大学同学，在我婚礼这么重要的时候跳出来闹这一出，我不明白你安的什么心。除了抹黑我找不到别的解释。梁小晨，你说这话太过分了吧？你说这些，你对得起小红吗？我对得起任何人，我问心无愧。你可以带女朋友走了，谢谢。沈先生，这是婚礼现场，自重啊！我早就该知道，你一直都是这么刀枪不入。没事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啊，该吃吃，该喝喝啊，尽兴。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不用，你继续吧，别让大家看笑话。来，我送大家。你看，多帅！大家多吃点。去吧去吧，来吃一下这个。你们吃，你们吃。我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来。新婚快乐啊！新婚快乐！新婚快乐！谢谢啊！辛苦辛苦辛苦。我先走了，电话联系。辛苦了。谢谢。妈，你把你爸爸的脸都丢尽，
我送你回去。放心吧，会让司机把妈送回去的。你今天也累了吧？早点回去休息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程志远。一直以来，他总是自信从容，可此刻黑暗中的他，却显得那么悲伤绝望。也许，这才是真正的程志远。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他总能轻而易举地理解我的自卑与痛苦。也许他和我都是身体内有一个战场的人，在这个战场上，希望和绝望同时绞杀着自己。是不是这就是他愿意帮助我的原因？可他的绝望是什么？希望又是什么？他给了我一条出路，谁能给他一条出路呢？小陈，晚安。晚安。最近备受关注的深思集团董事长兼 CEO 侯月珍因病休养，暂时无法处理公司日常业务，由独生子沈侯出任代理 CEO， 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管理。因为侯月珍得的什么病，何时康复，并没有人知道。而沈早饭点好了，趁热吃点吧。让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未来非常怀疑，引发深思集团股票跌停。林教授，这只股票的走势您认为如何？最近这只股票波动很大。
外人总觉得股票一直升是好事儿，可对庄家而言，股票一直升并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只要庄家清楚地知道公司的实际盈利，对未来的持续发展有信心，利用大跌可以回购股票。等利好消息公布的时候，股票大涨，适当抛出就可以使劲套现。沈欧妈妈的病，应该不至于无法管理公司。她应该是对沈欧心怀愧疚，想用事业弥补儿子的爱情，所以才提早的全力交接。但她还是会在幕后继续辅助沈豪，保证公司的稳定运行。他的事儿跟我没关系。快吃东西吧，一会儿还得上班呢。还有德国那边，他们觉得这批货和之前看到的设计图有一些出入。不过是袖口的印染区别而已。德国人出了名的严谨，有一点不一样他们就不能接受。现在他们拒签了，这么大批货已经到德国，损失有点大。我知道了。小陈总，一个顾客到咱北京分店闹事儿，说咱们有批童装被查了荧光剂超标。那应对措施呢？消息正在往下压。喂，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深思集团的沈后沈总吗？我是商报的记者，听说深思的童装被查出荧光剂超标。作为国产龙头企业，你们准备如何向相信你们的消费者交代？你稍等一下，我知道了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深思集团的沈总吗？我是财经周刊的记者，听说深思的童装被查出荧光剂超标，请问您还在吗？晚点给你回复。沈总，公司电话被打爆了，都是媒体和记者打来的。出去。您看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说了，出去，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？打游戏呢？啊，没有，那个查资料。南叔，起床啦？再睡一会儿。你去上班啊？你好，可以把刚才的照片发给我。照片修好，我会一起发给2个幸运的。我就要刚才那一张照片就行。慢点。你是不是忘了买瓶醋？那我去买，你先回去。要不要我？不用，回去吧啊。
小小，小小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小小，对不起啊，婚礼那天，我所说的那些话都不是我的真心话，我已经失去理智了。没关系啊，是不是真心话，我都可以往心里去。我明明以前跟你保证过，我会变得更好，我会变得能让你依靠。可是我还是依然浑浑噩噩，不求上进。我知道，你对我是彻底失去信心了，所以你才会选择另外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小小，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？志豪，我不知道我们之前发生过一些什么事儿，但是当我戴上婚戒的那一刻，我们之间就永远也没有可能了。小小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。小小，我爱你。小小，我真的很爱你。他已经开始了他的新生活，就算曾有伤痛，他如今所得到的一切，一定可以让他遗忘掉所有的不快。在他的璀璨生活中，所有关于我的那些记忆，都会变得不值一提。而对我来说，从此以后，也许唯一知道他消息的渠道，也只有财经新闻了。这就是我们该有的结局。醒了吗？醒了，我一会儿就起来。好。早。早。坐，来。孕妇啊，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啊，面包、牛奶、鸡蛋，又健康又营养。你的呢？我已经吃过了，起得早。好，你慢慢吃，我去收拾一下。谢谢啊。外卖，快递，没墨了，换一下墨。好的，饮水机去换一下。好。朱总好。这小沈总也够厉害的，刚上任几天又调了个姑娘进来，这不跟当初那个严实吗？管好你自己的事儿。意大利那边回复了吗？啊，在我邮箱，我现在去发给你。哎，李辉。你说这事儿奇不奇怪？
这陈总跟小陈这才刚结婚，就天天来上班。那乔总跟 Cindy 这几天都没来公司，还没去哪？这就说明你还是太年轻了。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啊。陈总呢和咱们陈总夫人只是在给咱们树立企业文化，这叫做新婚不下火线。至于咱们的乔总和 Cindy 姐，那就更好理解了啊。你想啊，陈总结婚了，新娘不是 Cindy 姐，他是不是得伤心？他一伤心，那乔总的机会不就来了吗？乔总？对啊。你是说乔总对 Cindy 姐？那是当然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李辉虽然业务水平一般般，但是在这些事情上面的第六感，我在公司我排第二，没人敢排第一。哎，你别不信呐，真的。世豪，怎么了？来，坐，慢点。今天下班回家，我们收拾点东西，去山里玩几天，怎么样？为什么不工作了？我这么多年呢，也没休过假，正好趁着婚假，可以出去好好放松放松。你也真的需要好好放松放松啊。好吧。世豪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是，我是在严永成婚礼上为难他了，但是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你就那么爱他吗？可是你别忘了，他现在已经是别人的老婆了。别再跟我提他。他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？小伟。他帮你替考，是我向学校和公司举报的。可是沈侯，你不能怪我啊！他在婚礼上说的那些话，你都听到了，他没有真心爱过你。而且，就算我不举报，你们俩也不可能在一起。够了没有？举报的事儿，我就不再跟你追求了。如果你以后还想在这儿待下去，这些话你别再说了，否则的话，我立刻让你滚出公司。还有，我的事儿，你最好别再管。我们现在的关系仅限于上下级，别的想法最好什么都别有，听见了？怎么样？出来以后，心情是不是好很多？也不会胡思乱想了。其实啊，我让你继续在公司上班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哎，对了，你妈这几天和那几个亲戚去普陀山烧香，等我们度完假，她也应该差不多回来了吧？你费心了。你爸妈为什么没跟着一起去啊？啊，他们要回美国，这样也挺好的。万一他们留下来，发现我们之间有什么破绽，就不太好了。我都不知道这辈子该怎么报答你。那你就当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吧。
本来啊，是打算带你出国玩的，但是你的身体不太允许，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来山里住几天，就是没有什么娱乐，不知道你会不会无聊？不会。出来看看这些山山水水、花花草草的，有些事情自然就想通了。跟这些比起来，我自己这点事儿又算什么呢？来，慢点。怎么样？好美啊这儿！我感觉我自己就跟做梦一样。接下来的这一周啊，都可以好好做梦。哎，你现在啊不能碰凉水，我来洗。帮我拿一下。这边的小青菜啊特别新鲜，晚上给你做一道拿手菜，就是没什么荤菜。你会钓鱼吗？看别人钓过几次，但基本操作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那要不咱俩出去钓一条鱼，晚上煮个鱼汤？好啊，等我洗完这些菜啊。来来，我来。这个吴倩倩也没什么嘛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角色。是啊，来这么些天也没见沈总有多搭理她，就算碰到了也是冷冰冰的，根本不像有什么特别的关系。反正咱们跟沈总的态度来，准没错。你的酸辣粉，你的宫保鸡丁，谢谢。不用谢。哎，这怎么有香菜啊？你不知道我对香菜过敏吗？哎呀，你看这宫保鸡丁量又少，这闻着还有股味道，你这怎么点的菜？可你说的就是这些啊！你连这种小事都做不好，还好意思找理由呢？不都一样吗？哎，香菜给我吃啊！你装什么好人吃你的酸辣粉？你看什么看？不满意就辞职。我这就去重新买。我能问你3个问题吗？你问啊。但是请你要如实作答，不能隐瞒。那这个的话，我要看看情况啊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我当时进 MG， 你是不是有私底下跟陆总打过招呼啊？当然没有，那个时候你已经在 MG 实习了，我只是跟他碰面的时候随口提了一句，说我有个朋友在他手底下做事儿。那后来吴倩倩写匿名信，她也没有损伤公司的利益，为什么陆总把她辞退了？那是不是你让他那么做的？这算是第2个问题吗？这是同一个问题啊。就算我这么要求，陆阳也不会这么做。他这个人啊，在某些事情上还是黑白分明的，这其中就包括朋友。如果吴倩倩她不是你的朋友，她这么做，陆阳应该会赞赏她，毕竟能够抓住对方的弱点，这是他的本事。但吴倩倩是你的朋友，大概是陆阳这几年被别人在背后捅刀捅的实在是太多了，他讨厌像吴倩倩这种在背后捅朋友几刀的人，给他点教训，免得以后害人害己。那第2个问题啊，
你那次在我家，到底跟我妈说了些什么呀？我随便编了一些你跟沈侯之间的故事，让他相信是沈侯对不起你在先的。我虽然撒了谎，但有的时候善意的谎言比较能够让人接受。好，那第3个问题，你当初是怎么答应 Cindy 和他在一起的？我知道你们的很多故事，什么大雪封校啊、废弃的实验室之类的。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人说过，对上司的情感问题不是很感兴趣。因为在我心里 ，Cindy 是我的朋友，虽然可能他现在会怨恨我吧，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你们之间究竟问题出在哪儿。真的想知道啊？是恻隐之心。自从我妹妹在我眼前过世之后，我看到的一些因为我而受伤的人或事儿，总会忍不住自责，想要上前呵护。那个时候我以为那就是爱，后来我才明白，是那个时候我没弄清楚。所以2年了，你还没弄清楚？这个就是我错上加错的地方。所以你才不忍心欺骗自己，也不想再欺骗他，就和他分手了。其实我跟他分手，不光只是因为这个原因。那还有什么原因？我只答应你回答你3个问题。这还是同一个问题。其实有段日子，精神状态不是很好，看了一段时间的心理医生。在我还没有痊愈之前，我不想耽误任何人的生活。那你现在呢？你现在有好转吗？好了，不说这些，要不鱼都钓不上来了。虽然我们的婚姻只是形式，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，你可以跟我聊聊，我会尽全力帮你的。谢谢，但我真的很快乐。来，尝一尝。谢谢。小樱桃。尝尝你加工完的味道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很鲜。我小时候经常帮我妈做饭，都还没有你做的好。看来厨艺这东西还是需要天分的。那是因为啊，你没有看到我99%的努力。5年前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，几乎每顿饭都是我自己做的，没问家里要过1分钱。当然，这跟美国的中餐难吃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你也过过那种穷困潦倒的日子啊？可以这么说吧。对了，想起来一个故事，你想不想知道？有一次啊，我记着我特别的馋，特别想吃火锅，就背着房东买了煤气炉，在房间里面煮火锅吃。中间的时候，我到对面街拿了一份快递，结果回来的时候，我就看见啊，整条街的火警全部都响起来了。结果我就在想，是不是谁家着火了，想看看热闹。
结果你猜怎么样？我的房东满脸漆黑的跑出来对我大喝 ：“Hey Chen, what's wrong with you？” 后来我才知道，是我的火锅烧干了，把床单全部都点上了。天哪！后来我冲进去帮忙，你难以想象，惨不忍睹那个场面。那应该是我人生的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披着毛毯坐在街上看日出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在警察局度过了一天，从警局一出来，房东就连人带东西全部都给我扔出来了。你难以想象，我满身的烟灰，蓬头垢面，拖着行李，流浪在大街上。确实难以想象。很难忘的回忆。吃吧。尝尝这个西兰花，营养很好的。晚安。晚安。那就这样吧，散会。这沈总啊，可真不得了啊！悟性真高，才上任没多久，新手立马变老手。是啊，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非得在这分公司办公啊？例会也要把我们叫到这里来。哦，我听说沈总以前在这儿上过班，对这儿有感情。不会吧？
好像伸手就能够到他一样。盛虹，希望我们都能等到天亮。想想，不是天亮。